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哈佛大学的博士所著的《Mindspan：如何通过饮食阻止大脑老化》这本书。日本虽然被誉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世界上卧床不起的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健康寿命指的是在没有日常生活限制的情况下能够生活的时间，与身体寿命有很大差距。平均来说，这个差距大约为10年。也就是说，在当今的日本，许多人不得不度过长达10年的卧床生活。为了尽可能延长健康寿命，是否有合适的饮食呢？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为健康长寿准备的超意外的3种食物；第二，身体会生锈，铁元素带来的极其危险的3大负面影响；第三，立即停止导致铁元素堆积和身体生锈的5种习惯。为了幸福的生活，仅仅延长寿命是不够的。本书的标题 Mindspan 思维跨度，意指在健康的大脑为前提下，能够丰富地走过自己的人生。首先是第一部分，健康长寿的3种超意外食物。日本是全球长寿国家的代表之一，并且在发达国家中，认知症的发病率也很低，这是令人欣慰的。虽然健康长寿与实际寿命之间存在差距，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健康长寿者数量较多，这表明日本隐藏着某些长寿的秘密。长寿的原因之一是肥胖者的比例非常低。2008年，日本的肥胖人口比例在发达国家中最低，对比美国约40%的肥胖率，日本的比例仅为5%以下。为什么日本的肥胖者如此之少呢？秘密就在于饮食。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意大利料理和日本料理的共同点。在西方国家中，以地中海饮食闻名的意大利，也是以健康长寿而著称。作为被海洋环绕的国家，意大利料理和日本料理的共同点是都摄入大量鱼类。直接关系到健康长寿的共同点，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支撑健康长寿的意大利料理和日本料理的共同点是大量的精制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作为高 GI 食品，食用后会导致血糖飙升。精制谷物对身体有害已经成为健康长寿的常识。尽管如此，作者却指出，事实上，目前精制谷物的价值正在慢慢提升。许多研究人员和医生都开始建议摄入精制谷物。让我们详细探讨一下。首先，为什么精制谷物会被认为对健康有害？提到精制这个词，我们往往会联想到营养不足的情况。此外，由于精制过程中，食品被从天然状态中剥离，因此精制食品就被贴上了加工食品的负面标签。正因如此，精制谷物常被戏称为只含糖分的像糖一样的食品。确实，全谷物保留了外层麸皮和胚芽，从表面上看似乎更有益健康。然而，市面上许多使用全谷物制成的饼干、松饼和面包，为了加工成粉末，通常被细细的研磨，这导致全谷物原本的健康效益大部分被损失。研究表明，这些精细研磨的产品在 DGI 及血糖上升速度慢方面与精制谷物几乎没有区别。更糟糕的是，细致研磨加快了谷物中天然油脂的氧化速度，对健康造成潜在危害。然而，由于精制过程中这些油脂大部分被去除，因此精制谷物摄入氧化脂质的风险显著降低。但是，关于日本人食用的未精制谷物，全谷物一般指的是糙米，与全麦面包不同，糙米是直接煮熟的，因此似乎不存在因为精细研磨而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是不是说糙米比白米更好呢？因为糙米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毒素问题。事实上，在精制过程中被去除的典型物质之一就是毒素。植物本来就是通过含有毒素或抗营养物质来进化，使其不容易被动物食用。在这些毒素中，有些在适量时可以带来健康益处，但有些只会带来负面影响。这些毒素主要存在鱼糠和麸皮的外层，在精制过程中可以被去除。此外，还发现糙米的糠层
由于受污染土壤的影响，含有大量的砷，砷对肝脏和肾脏有害，破坏人体的解毒功能，非常可怕。此外，全谷物还有其他缺点，比如会降低体内超重要的维生素 D 水平，富含一氧化的 Omega-6 脂肪酸，还会增加炎症水平。当然，糙米等全谷物所含的营养素确实有其益处。如果只考虑健康，确实有其他更优先的碳水化合物。但从日本饮食的整体平衡和提高饮食满意度的角度来看，白米的选择也确实是有道理的。糙米在营养素方面确实比白米更优越，但正如之前所解释的，它还有更多的植物毒素和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从避免摄取这些毒素的角度来看，白米也绝对不是一个坏选择。然而，糙米在适量食用的情况下，可以减少这些有害物质的影响。因此，个人推荐的方法是将糙米和白米混合食用，或者减少糙米的摄入频率。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在补充白米中容易缺乏的膳食纤维的同时，减少糙米中的毒素。此外，在摄入碳水化合物时，不仅要考虑种类，还要重视摄取方式。摄入精致谷物如白米的最大缺点是血糖值的急剧上升。为了避免这种不利影响，在食用白米等精致谷物时，采取措施防止血糖急剧上升是非常必要的。为了抑制血糖值的急剧上升，关键在于要慢慢吃。有研究表明，慢慢进食的人比快速进食的人摄入量少，更容易获得饱腹感，因此体重也较轻。此外，适度的运动也有助于抑制血糖值的急剧上升。在冲绳等地区，文化上人们生活活跃，因此他们更容易处理吸收的糖分。作者提到，特别是日本的传统饮食，以从容不迫著称，自古以来就有8分饱的说法。但这并不是单纯的要求少吃，而是通过慢慢进食，在吃到8分饱的时候就感到满足。在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饮食文化中，慢节奏进食也被认为是社交场合的理想方式。在某些地区，人们甚至会花2到3小时慢慢享用午餐，并在午餐后小睡一会儿，这确实让人羡慕啊。此外，烹饪方法也会产生差异，适度的加热、水分控制，以及不过度压碎食物，有助于精致的意大利面或米饭保留较高密度的淀粉，使其慢慢消化。此外，直链淀粉在精制抗性淀粉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这一成分正备受关注。日本人和地中海沿岸的人们也通过在餐后部分食用碳水化合物来延缓糖的吸收。这种智慧的代代相传。传统的日本料理按照前菜、汤品、米饭、绿茶的顺序进行，这一顺序可以说是非常合理的。还需要介绍另外2种食物。首先要介绍的第一种有助于健康长寿的食物是酒精。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酒精在不健康饮品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然而，本书提出了一个相对意外的观点：酒精可能有助于健康长寿。最有力的证据是，以健康长寿闻名的地中海沿岸居民，葡萄酒的消费量世界第1，成为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与奶酪或酸奶等发酵乳制品一起食用时，尤为推荐。研究表明，在酒精和发酵乳制品摄入量高的国家，肥胖率相对较低。饮酒方式也很重要。意大利人通常饮用红葡萄酒，每次饮酒量不大。相比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日常饮酒量相对较少。他们很少酗酒，且总是与食物一起饮用。此外，与酒精一起摄入的食物也很关键。意大利人通常会搭配谷物和乳制品。意大利面中含有抗消化淀粉，而奶酪等乳制品则富含发酵性糖类，这些都是肠道益生菌的重要能源。不过，这种饮酒习惯不一定完全适合我们亚洲人。首先，亚洲人的酒精摄入量远低于地中海沿岸居民，且很多人体质对酒精较为敏感，无法有效解毒。此外，正如本书所述，日本人通常通过食物摄入非酒精发酵食品，因此不需要特意通过酒精
来摄取发酵食品。所以，如果您平时不喝酒，那也没有必要现在开始饮酒。但是，如果您真的无法戒酒，建议您选择葡萄酒或日本酒等在长寿国家传统上受欢迎的酒精饮料，并适量搭配餐食饮用。千万不要喝罐装鸡尾酒或类似强度酒精饮料哦。健康长寿的最后一种推荐食物是脂肪。对于脂肪在健康中的重要性，很多人可能已经通过这个频道有所了解。脂肪有多种类型，但对健康特别重要的是必需脂肪酸。顾名思义，必需脂肪酸必须从饮食中摄取，否则我们的身体将无法正常运作。在必需脂肪酸中，即 Omega-3 脂肪酸。Omega-3 脂肪酸包括鱼类和甲壳类中含有的 EPA 和 DHA， 以及植物性食品中含有的 α 亚麻酸。其中 DHA 用于大脑细胞膜的生成，而 EPA 则调节身体的免疫和炎症反应，因此特别重要。此外，这两种 Omega-3 脂肪酸还被认为可以降低认知症的风险。不过，尽管 Omega-3 对身体有益，研究表明，如果通过补充剂过量摄取，反而可能对身体有害。所以，任何事情都需要保持平衡。理想情况下，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尽量通过饮食摄取 Omega-3。如果 Omega-3 和 Omega-6 的比例失衡，可能会导致炎症、精神疾病，甚至增加癌症的风险。在地中海沿岸地区， Omega-6 的摄入量较低，这也是该地区健康长寿的一个因素。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身体会生锈，铁元素带来的极其危险的3大负面影响。简要介绍一种不知不觉间在我们大脑中积累并威胁我们健康的物质。大家知道吗？在我们日常摄入的营养素中，有一种会威胁大脑健康的物质，这个可怕的物质就是铁。铁是构成我们血液的成分之一，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营养素。然而，任何营养素摄入过量都会变成毒素，就像放任铁器生锈一样。如果我们体内的铁过多，它也会生锈，这些铁锈会变成垃圾，最终在大脑中积累。例如，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原因，大脑中的含铁、血黄素和淀粉样斑块，实际上是锈蚀的铁堆积而成。此外，铁的氧化还会损伤细胞的 DNA。在我们体内，通常是通过蛋白质如铁蛋白和转铁蛋白与铁结合，来防止体内其他分子的氧化。然而，当血液中的铁含量过高时，铁蛋白无法完全捕捉这些铁，导致游离的铁在体内四处游荡，并最终作为垃圾堆积在全身。堆积的铁尤其会对大脑神经系统产生巨大影响。当体内储存的铁增加时，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中风等脑部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尽管不同的疾病影响大脑的区域有所不同，但这些病变区域的一个共同点是铁的沉积量过高。例如，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用于保持记忆的海马体会受损，而患者去世后检查发现，海马体内确实存在过量的铁沉积。此外，男性和女性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年龄差异，也表明铁过量是该病的原因之一。绝经前的女性因月经失血，体内铁含量较低。60岁左右女性的平均铁蛋白质不到男性的一半，因此在较年轻的年龄段，男性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比女性提前约5年。然而更年期后，女性月经停止，铁不再被消耗，导致体内铁含量急剧上升。因此60岁以后，女性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比男性高出50%以上。由此可见，铁过量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等脑部疾病的明确原因。事实上，有关铁沉积量与大脑健康关系的研究已经在多项科学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一项实验表明，出血或严重贫血导致低铁状态的人，脑部铁沉积量比正常人少。此外，某项动物实验发现，脑炎患者铁沉积量较高时，寿命会缩短，而限制铁沉积量则能延长寿命。不仅如此，日常饮食也会影响铁沉积的差异。一项2015年的研究发现，
以鱼类和碳水化合物为主的地中海式饮食的人，其大脑比那些经常吃肉的人萎缩得更少。研究表明，经常吃肉的人和少吃肉的人之间，大脑老化的程度竟然相差5年。此外，1991年发现了一种铁螯合剂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进展，这表明铁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铁不仅对大脑长寿有影响，还会对整体健康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将探讨铁对身体健康的其他负面影响。铁对健康的危害主要包括：一、细菌和病毒的激增。铁在体内积累时，会显著降低免疫力，使人容易患上慢性感染。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病原体非常喜欢铁，因此体内的铁蛋白和转铁蛋白会捕捉铁，以此来对抗这些病原体。当体内感知到病原体的存在时，铁蛋白会启动免疫反应，通过升高体温和引发炎症来杀死病原体。随着炎症的加剧，铁蛋白捕捉铁的能力增强，导致血液中的铁含量降低，从而帮助体内清除病原体。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补充铁后，胃肠感染症有所增加，这被认为是因为补充的铁成为了胃肠病原菌的食物。减少铁的摄入量可以抑制肠道病原体的生长，这也是古代通过放血治疗许多疾病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过量的铁会降低免疫力，而适量的铁则有助于保护我们免受病原体的侵害。二、DNA 损伤导致癌症风险显著上升。食品和补品中的铁被明确认为是增加癌症风险的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铁在体内过量时会造成 DNA 损伤，从而显著提高癌症风险，包括对免疫系统、DNA 损伤以及皮肤健康的影响。因此，适量控制铁的摄入，对维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在台湾进行的一项涉及超过30万名受试者的研究中发现，血液中的铁含量越高，癌症风险也越高。其他许多研究也表明，体内铁储量的增加与特定类型癌症的风险增加相关。那么，铁分与癌症之间为何会有关系呢？高血清铁蛋白质会导致 DNA 损伤的增加，这是因为铁能够缩短 DNA 的端粒。端粒是 DNA 中负责细胞寿命的部分，每次细胞分裂时，端粒都会缩短。当端粒耗尽时，细胞将结束其寿命。如果端粒因铁的作用而不正常的缩短，染色体会变得不稳定，癌症风险会显著上升。白血球的端粒受损也可能增加白血病的风险。过量的铁，尤其是通过补充剂摄入，对大肠的癌症风险尤为显著，因为未被吸收的过量铁最终会到达大肠。在大肠中，铁分成为了有害细菌的食物源，同时铁还能降低免疫力，导致大肠的感染和炎症慢性化，从而增加大肠癌的风险。铁分的过量还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三、皮肤变黑。铁在皮肤中的积累可能导致皮肤变黑。虽然仅有铁过量通常不会对皮肤产生明显影响，但当糖尿病与铁过量结合时，可能会引发一种皮肤变青铜色的疾病，即青铜色糖尿病。因此，如果你已经患有糖尿病或血糖值较高，特别需要注意铁的过量。作者建议，通过献血可以降低青铜色糖尿病的风险，因为献血可以减少体内的铁含量，并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这不仅有助于保持自身健康，还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真是一举两得。接下来是第3部分，立即停止导致铁元素堆积和身体生锈的5种习惯。听到铁分会引发慢性感染或癌症，很多人可能感到惊讶，这是因为许多人认为铁与维生素 C 或 E 等营养物质一样，只有有益的作用。当然，铁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但必须记住，铁分的过量会产生毒性，且每个人对铁的需求量不同。铁的需求量受性别、年龄和遗传基因3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性别，许多女性因为月经等原因容易缺铁，因此对铁分过量的关注可能较少。然而，如果您是男性，那么铁分摄入就需要非常小心，
因为男性较容易出现铁分过量的问题，年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活动量大、铁代谢活跃的年轻人来说，补充铁分的情况可能更为合适。而对于老年人，除非被诊断为铁缺乏症，否则应避免摄入富含铁的食物，如肉类。此外，遗传因素也不容忽视，特别是那些容易吸收铁分的基因类型的人，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人体没有排除多余铁分的系统，而具有高效吸收铁分的基因的人会在体内积累大量铁分。那些遗传上容易出现铁过量的人，可能会引发铁过量综合症，如血色病或地中海贫血等。这些病症不仅会缩短寿命，还可能导致慢性疲劳、关节疼痛、抑郁等症状。如果您正在经历长期的疲劳感，可能并非铁分不足，而是铁分过量所致。那么我们该如何控制铁分的摄入呢？接下来将通过介绍容易导致铁过量的坏习惯，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避免这些问题，防止铁分摄取过量的小窍门。为了防止铁分摄取过量，以下是一些提示。书中提到的铁分过量的5个坏习惯包括：一、相信蛋白质对身体有益；二、被抗氧化物质这种宣传词所欺骗；三、饮用自来水；四、不检查食品标签；五、吸烟。其中认为蛋白质对身体有益可能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点。下面逐一解释这些习惯。一、相信蛋白质对身体有益。您是否觉得蛋白质对身体好，因而频繁食用红肉？在铁分过量的方面，实际上红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食物。红肉中的铁含量比任何蔬菜都高，而且肉类中的铁比植物来源的铁更易被吸收。更糟的是，血红素铁还有助于提高蔬菜中铁分的吸收，因此食用肉类会增加体内所有铁分的吸收量。此外，许多研究表明，动物性蛋白质是一种强烈的衰老风险因子，这是因为肉类中含有的氨基酸美托尼会降低体内抗氧化功能，导致衰老加速。2006年在芬兰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高美托尼摄入量的受试者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常人的2倍。因此，从铁分和衰老风险的角度来看，动物性蛋白质是非常危险的食物。二、被抗氧化物质这种宣传词所欺骗，这种情况也容易让人误以为含有抗氧化物质的食品就一定是健康的，但有时这种宣传可能掩盖了食物中其他潜在的风险。最近像多酚这样的抗氧化物质受到关注。抗氧化物质本身对身体有益，但针对抗氧化物质的加工食品需要注意。在健康食品专区，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每餐含有大量抗氧化物质的产品，其中有些产品添加了大量铁分。对于这些产品，需要特别留意。此外，还有一些产品添加了帮助铁分吸收的维生素 C。最近的研究表明，食品中添加的维生素 C 可能会导致脂肪含量增加。维生素 C 的过量摄入会异常增强铁的吸收效率，从而导致体内铁储量增加。因此，同时摄入维生素 C 和铁分需要非常小心。三、饮用自来水。健康意识强的大家，应该不会直接饮用自来水。如果有人直接饮用自来水，建议改用矿泉水，或至少在水龙头上安装过滤器。虽然自来水的缺点如氯和细菌感染经常被提及，但铁分也不容忽视。通过旧铁管输送的水中铁分含量较高，因此在安装水龙头过滤器时，应选择能够去除铁分的产品。四、不检查食品标签。加工食品中含有各种添加剂，其中铁分特别需要注意，因此购买食品时要检查标签，仔细确认成分。如果看到标有铁分强化或矿物质强化的产品，应避免购买。五、吸烟。吸烟会显著增加癌症风险，这一点是广为人知的。但实际上，许多研究表明，体内铁储量高时，吸烟会促进癌症的发生。铁分与烟草相互作用，促进自由基的生成，损伤细胞的 DNA， 这就是原因。对于这些习惯的人，应立即改善，以摆脱过量铁分的困扰。
希望本期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